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当甜妹写起歌，她在和世界保持一段温柔的距离。在许多人眼里，谭松韵是那种让空气都甜起来的女孩，笑容明朗，语气轻快，像一只永远不知疲倦的麻雀。在每一场采访、每一档综艺里，轻盈又不失礼貌地闪着光。她仿佛是那种天生为镜头准备的人，阳光、乐观，充满能量。然而，当她说出那句"写歌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"时，世界忽然安静了几秒。那句轻描淡写的字数，像是一扇门的缝隙，透出她内心的另一种风景：安静、克制，甚至有点孤单。没想到，这位被称为小甜妹的演员，竟然是一个社恐。社恐是个被频繁使用的词，可当它贴在谭松韵这个名字上，总有点令人意外。她明明笑得那样自然，说话有分寸，和前辈、同事都相处得如沐春风，她怎么会是社恐呢？也许答案正藏在她的那种温柔里。真正的社交恐惧并不总是拒绝社交，而是害怕被误解，害怕不被接纳，害怕在人群中失去自己。对谭松韵而言，她的甜可能并不是外放的性格，而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。她在努力让别人舒适，也在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。她的开朗是克制后的温柔，她的笑容是谨慎的礼貌。在一个要求永远阳光、永远在线的娱乐行业里，谭松韵显然已经习惯了用甜作为缓冲。她不是装出来的乐观，而是一种温柔的伪装。笑容之下藏着对距离的把控，对能量的节省，对自我边界的保护。当她说写歌是我发泄情绪的方式，那并不是一句可爱的艺人设定，而更像是一种自我疗愈。写歌对谭松韵而言，或许就是她和自己相处的那段时间。没有角色，没有镜头，没有公众期待，只有旋律与词句的流动，是她心里那些不能出口的情绪找到出口的方式。人群让她紧张，舞台让她警觉，而旋律让她安静。在写歌的过程中，她不用表现，也不用取悦任何人。她可以对自己诚实，可以承认不开心，也可以承认不完美。音乐是她在喧闹生活中留给自己的独处。有人说，艺术的起点永远是情绪。谭松韵的发泄不是摔碎玻璃的宣泄，而是轻轻在夜里写下几句词，用温柔的方式拆解疼痛。这种克制的情绪表达，正是她的底色。她不是那种大喊我崩溃了的人，而是那种会在安静的夜里写下一句我今天有点累，然后在旋律里轻轻呼吸的人。谭松韵的矛盾感恰恰是她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她身上既有春天的明媚，也有冬夜的静谧。公众看到她在综艺里笑到前仰后合，看到她演戏时灵气十足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在很多活动中总是站在边缘，不喧哗，不抢镜，哪怕被人围着，她的眼神也常常游离在某个角落。那种轻微的距离感，正是社恐者最真实的表现。她不拒绝社交，只是不依赖社交。她的能量来自内心，而不是人群。她的快乐不是来自掌声，而是来自心里的安定。这种内向的能量模式，使她在浮躁的娱乐圈显得格外清醒。她不急着靠热点维持热度，也不急着靠人设博同情。她用作品说话，用时间沉淀自己。这种冷静的坚持，其实也需要巨大的情绪力量支撑。而写歌正是那股力量的出口。作为演员，谭松韵的表演总是细腻自然。无论是以家人之名中李尖尖的天真热烈，还是请叫我总监里柠檬的理性成长，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真实感。她演戏时总能抓住情绪的微妙拐点，
那种从笑到泪的过渡，总是恰到好处。这种对情绪的敏感，也正是他成为创作者的根源。写歌或许就是另一种表演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演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每一首歌都是他内心的一次独白，歌词中也许藏着他对世界的观察，对自我身份的思考，对孤独的接受。那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勇气，去剖开内心的伤口，去面对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那个被期待的甜妹。很多演员在镜头前光芒万丈，却在镜头后不知如何表达自我。谭松韵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她选择了用音乐继续表达，即使那只是给自己听的。社恐并不等于懦弱，它往往是一种过度敏感的体现。社恐者看得更细，感受得更深，对情绪的波动格外敏锐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常常在创作上更具洞察力。谭松韵的社恐不是退缩，而是他对人际能量的慎重。他不擅长社交场合的游戏规则，却非常懂得如何与情感共处。他用温柔去包裹世界，也用作品去回应世界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他的社恐是一种温柔的智慧。或许他并不是害怕人群，而是害怕在喧嚣中丢失自我。他需要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安静之地，让心有处安放。写歌就是那块净土。谭松韵的故事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在这个要求表达的时代，隐藏是否也是一种力量？他不张扬，不争抢话语权，却用极细腻的方式去表达内心。他在社交恐惧与公众暴露之间寻找一种平衡，既不完全沉默，也不完全外放。在镜头前，她是那个活泼的甜妹；在夜色中，她是那个拿着笔默默写词的女孩。她的真实，正是在这种双面性中诞生的。这份克制的表达，让她的甜不再是单薄的糖，而是带有层次的温度。她不是永远阳光的人，而是懂得如何在阴影中找到光的人。回望他的演艺之路，从《甄嬛传》中的纯常在，到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，再到如今尝试创作歌曲的谭松韵，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成长的痕迹。他的甜在变，不再只是外表的可爱，而是一种情绪的力量，一种面对孤独的柔韧。当他说出写歌让我平静的时候，那并不是一位演员的可爱分享，而是一个人的自我觉察。他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世界：我也会不安，我也会害怕，但我学会了和自己相处。这句话比任何励志鸡汤都更动人。结语：甜妹的孤独不苦涩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甜妹这个词常常被简化为外表气质的代名词。可谭松韵用她的方式，让甜变得有深度、有故事。她的甜不是讨好，她的孤独不是苦涩，她只是选择用安静的方式与世界对话。写歌是她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方式，微笑是她与世界和解的姿态。她既不是彻底外向的明媚，也不是彻底内向的退缩，她是一个在光与暗之间始终保有柔软之心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谭松韵，不完美，不耀眼，却真诚到骨子里。他教会我们一件事：即使害怕，也可以温柔地活着；即使沉默，也可以用创作去说话。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句悄悄说出的心声，他的每一次笑都藏着与孤独握手言和的勇气。而当那个社恐的甜妹在舞台上轻轻唱出心里的旋律时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原来温柔也可以是一种力量。